以前一直觉得一件事是对的，只要够努力，再加一点自律，人是可以把身体也管理好的。比如白天拼命工作，晚上去跑个步，健个身，感觉自己在往更好的方向走。但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件事，关于41岁的张雪峰老师的离世，让我开始有点不确定了。我一开始刷到新闻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太多想法，只是觉得很惋惜。但后来反复看到一些细节，我突然有点不太舒服，因为我发现他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和我们特别像，努力工作，想把生活过得更好，也在试着健身，管理身体。可问题是，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会突然被身体按下暂停键，那我们一直相信的那套努力加上自律等于健康的逻辑，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欢迎收看小雪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在这个时代，越努力的人反而越容易被身体反噬。我看到他之前的打卡记录，这个月他已经跑了很长距离，他明明在努力活得健康，为什么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？这让我开始怀疑，我们现在理解的自律会不会本身就有问题？我不是医生，没法给出专业的医学定性，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，翻看了世界各地的职场现状后发现，原来努力到透支这件事根本不是某个人的特例，而是现代社会一种看不见的，正在慢慢消耗年轻人的节奏。提到职场压力，很多人会想到日本的过劳。表面上看，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怎么加班了，但你如果在那里待久了，会发现很多人其实一直在用力生活。大家表面上按时下班，但那种严苛的读空气文化和绝对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的社会共识，让年轻人的精神极其紧绷。你可能身体坐在沙发上，但你的大脑还在为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职场礼仪高速运转。这就像是手机熄屏了，但后台还在疯狂跑耗电的程序。这种看不见的精神消耗，很多时候比体力劳动更让人疲惫。如果说日本是精神内耗，那韩国年轻人的状态可能更像是一种对身体的硬扛。在竞争极其激烈的社会环境下，韩国年轻人不仅要拼学历、拼业绩，还要拼外貌。很多年轻人每天可能只睡4-5个小时，白天靠浓烈的冰美式强行刺激神经，到了凌晨，拖着疲惫的躯体还要去24小时健身房举铁。他们把这叫做身材管理和极致的自律，但这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循环。在极度缺觉、身体极其疲惫的情况下，强行让心率飙升，这不叫锻炼，这更像是在透支身体仅存的储蓄。你可能会说，那去欧美吧，那里是不是会好一点呢？其实，在竞争最激烈的硅谷和华尔街，有一种被称为 hustle culture， 也就是奋斗文化的现象。那里的精英为了保持亢奋的工作状态，开始尝试生物黑客，凌晨4点起床，吃各种定制补剂，精确计算每一口食物的数据。他们试图用科技手段把人体改造成一台不需要休息、永远高效的机器，但这其实挺让人唏嘘的，因为人终究是血肉之躯，不是机器。当你试图用外部手段强行抹除身体的疲劳感时，身体真正的抗议往往会被掩盖。看完了世界，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努力，拼命考学，拼命工作，为了在这个内卷的系统里找条出路。我们总觉得熬夜加班是对未来的投资，只要抽空去跑几步，出点汗就能把熬夜的伤害抵消掉。但现实往往不按这个逻辑出牌，我们在追求世俗标准上的优异时，却很容易忽略身体发出的微弱信号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的自律健身，其实是在身体极度疲惫、需要休息的时候，强加给他的另一种负担。从这些事情里，小雪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可能经常被我们忽略的身体常识，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。第一，疲劳是不能被运动抵消的。如果你已经连续熬夜，极其疲惫，千万别觉得去健个身就能回血，这时候你去运动反而增加了身体的负担。你需要的是彻底的休息和充足的睡眠。第二，不要对身体搞突然袭击。长期久坐不运动的人，千万不要为了减肥或者受了刺激，突然开始极其剧烈的运动，循序渐进，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。第三，注意运动时的危险信号。运动时如果突然感到胸闷、异常的心悸，或者出汗量极大却没有补充电解质，千万不要硬撑，立刻停下来。第四，别用坏习惯去缓解高压力。很多人加班熬夜后，喜欢吃高油高盐的重口味外卖，或者靠抽烟、喝酒来释放焦虑。但在身体极其疲惫、血管最脆弱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往往是压垮健康的最后几根稻草。尽量吃得干净一点，少碰烟酒，这其实比吃任何昂贵的保健品都管用。可以不服输，但我们的身体必须学会服软。如果是你
在连续加班3天极其疲惫之后，你是会选择去健身房出汗，还是回家倒头就睡？在留言区聊聊你的真实想法吧。其实我们在对待身体这件事情上，总是充满了纠结。关注小雪，下期带你聊聊为什么亚洲人极其喜欢买保险，却极其抗拒去体检。我们下期见喽。我以前周末睡懒觉，心里会有极其严重的负罪感，总觉得在浪费时间。现在我终于悟了，什么昂贵的护肤品、保养品都抵不上纯粹的睡大觉，批准自己休息才是最高级的保养啊。